比特币降息后要创新高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去几个小时呢疯狂的上涨，尤其是在我们降息宣布过后呢，我们大约从6万左右一路涨到了6万4。没错，这就是由于消息利率的消息释出。那其实我们在这次降息之前呢，我们大约在去年的年底呢，我们就有一直提到我们这一次的降息了。当然，我们所说的是降息的周期。那其实我们当时呢，最早是在6月今年的6月就有预期会降息1码，后来一直拖。那拖到9月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降息2码。其实，在降息周期的一开始，我们就直接降息2码，这是比较罕见的。而且我们在降息前呢，我们并不清楚会降1码还是2码，这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其实在直播当中有提到，降息2码绝对对短期的走势呢，它当然是利多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美股上面呢，它也有所反应。虽然说我们并没有连续的创出新高，不过我们依然创出了美股的历史新高。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前期受过3次阻力的位置有测试过的地方呢，它是完全被突破了。那当然这样的涨势是也有反映在比特币身上。不过我们可以来观察在比特币的现货 ETF 的反应上面呢，其实并没有到那么样的好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前几天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在9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更糟8月底9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在连续疯狂的流出，而且当时流出的量呢，是我们自从我们 ETF 通过后以来呢，连续流出的量里面它算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在最近呢，虽然说我们已经停止了连续的流出，不过我们流入的量呢，也是并没有到很多也就是大概1亿多而已1亿5千万、1亿8千万其实这个量呢，绝对不算是到很多。那比特币它的上涨呢，没错，它确实是涨了，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来仔细判断一下，它会不会开启波新的多头，这才是我们介意的。它会不会破新高？它接下来是要去10万吗？还是我们只是在震荡行情当中的其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上涨呢？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那当然，现在的 KYC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送仓位的活动已经结束了。现在的活动呢是质押，就送你很高的 APR， 也就是年化报酬是有到300%。那投资只有1天，当然这是有限额的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质押，然后质押出来的 USDT 呢，你可以直接把它给提币走。现在是还有额度的，到时候没有额度就不能质押了，所以要抢要快。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我们过去呢一直都注重的通道，它现在当然还是有用的。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区别我们到底是在震荡行情当中的上涨，还是我们真的要开启一波多头那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当然是还在通道当中的。其实从 K 线上面就从裸 K 的角度，我们就不看量能我们有3个重要的判断点，我们需要突破。如果我们要开启新的多头的话，我们是一定会看到我们突破通道，这是很关键的。这个通道已经压制了我们7、8个月左右了，非常非常久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前高其实这个前高呢，它的定义就是高低点的前高。我们在过去的这半年多以来的走势当中呢，我们的高低点都是在不断的降低的。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从日线这个级别呢，它的高低点是在不断降低的。那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算一个高点？它不算因为我们这里它并没有创出新低，所以这里它不是一个高点所以我们现在的高点呢，上一个高点就是在7万。那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突破历史新高，我们要创出一个历史新高这3个条件它是缺一不可。如果我们要开启一波新的多头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这3个条件它同时成立。那当然其实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与其去追求绝佳的点位呢，我反而会追求一个更确定性的时机点也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追求绝佳的点位，那你很有可能会在这种位置开仓，这种位置开仓。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后续的行情都可以证实这几波它都不是多头的起点真正要满足多头的起点，或许开仓的时候会稍微晚但如果真的会开启一波新的多头的话，在7万左右的位置入场呢，也绝对不晚也绝对不晚其实我们可以拿上一次的上涨呢做案例我们上次从2万5一路涨到7万4，
哪怕我们在3万开仓拿到7万呢，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观的利润。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量能来做判断。其实从量能上面来做判断呢，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呢，它就预示着我们即将开启一波新的多头，或者说我们即将打破我们原有的震荡，以多头的方式打破我们原有的震荡。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一段震荡的行情当中呢，那就表示多空某种方面呢，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双方的平衡，也就是买和卖之间呢，已经找到了一个平衡的价位，买卖双方都可以接受。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呢做窄幅的震荡。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呢，它突破了这个区间，那么就会有一方呢，它或许会跟止损，然后会跟着胜利的那一方去做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打破我们原本的震荡，打破我们原本的平衡，然后行情呢就会一直往某一个方向去做移动。那我们要判断它是否打破了这个平衡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量能去做判断。我们从筹码交换的方式去做判断。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一段的上涨，它在我们过去这段震荡行情当中的上涨呢，其实是并不起眼的。它是并不起眼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段行情的上涨，我们要怎么去跟前面这一段、还有这一段去做区隔呢？其实我们很难做区隔。为什么？我们可以从量能来做判断。其实量能呢，我们要跟旁边几根 K 线去做比较。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量能呢，它是蛮不起眼的。它现在的量能表现呢，其实在我们一段这么长的震荡区间当中，如果要以开启波新的多头来说的话，其实这样的量能是远远不够的。还有 K 线的连续性也是不够。当然，它确实是突破了一些比较关键的区间，把原本空头有优势的盘面呢，变成是多空双方它又变成势均力敌。你可以发现我们原本这边有条趋势线，没问题，它会突破了。但突破呢，并不代表我们要立刻开启多头。还有我们在水平的互换，它确实突破的时候是一个双突破，可是你可以发现它突破的时候，它有直接拉出了一根量能很大，并且 K 线的长度很长的这种阳线嘛，并没有。它后面有没有连续性，这也是我们要再观察的。不过目前你可以发现已经慢慢收出了十字形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突破是很强势的突破。当然，我们还要再经过后续的观察。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统整一下，我们在这里震荡了多久呢？我们在这里已经震荡了，从第一天开始算起在这里已经震荡了200天以上了。在一个这么长的震荡区间，一个达成平衡这么久的区间里面，我们要突破呢？突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量能。如果是真的突破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做复盘，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当时从2万5到3万的这个震荡区呢，它突破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量能的，因为我们打破了原有的震荡，有一方的筹码呢开始不安分了，它开始转换阵地了，它开始换队了。或许是从空转到多头，或许是从多头转到空头。当然，以这种突破的状况，就是从原本的空头变成多头。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突破的时候，它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量能，而且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它直接爆拉了，它有一段真空区，这才是我们在突破一个这么长的震荡区的时候该出现的状况。那当然这也是很典型的。我们再往前看呢，我们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案例，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最底部区间的突破，它一样有这样子的表现。还有呢，当然我们再往前，我们可以举一些空头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往下破，你可以发现我们也是有出现非常非常大的空头量能。还有我们当时呢，在4-5万左右的这个区间，我们下破的时候，它一样有出现非常非常大的量能，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区间的震荡，它真的维持得太久了。它的平衡维持太久了，当这个震荡被打破的时候呢，筹码就会非常非常密集的做交换。还有我们当时其实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每一次，还有当时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也是，当然上方这里也是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这个区间从6-7万左右一直震荡到现在这个通道，如果我们真的要出现强势突破的话，那我们量能是绝对不可少的。可是我在现在呢，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状况。那你可能会说，我们降息之后，它的基本面是不是被改变了？市场面是不是被改变了？其实降息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周期的，而且降息的当下，就像我们其实才隔没有多久，才隔了几十个小时而已。我认为当前盘面的变化呢，它还是针对这个消息，它并没有改变
整体趋势的背景啊，它只是针对我们消息的当下，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在8月5号日本升息的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确实暴跌了。可是对于我们整体震荡偏空的走势有没有影响呢？其实是并没有的。而且如果我们把周期拉大，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轮的上涨呢，也经历过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利空，可是并没有改变我们整体的多头走势。这种短期的消息它是改变不了我们整体的趋势的。那当然了，我们降息的这小小的不确定性，它被确定了之后，这个消息呢，它当然也不例外，它无法改变我们原本的趋势，除非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它确实被改变了，不然它就只是这种短期的波动而已。那当然，我们降息它会走完一整个周期，而且我们也有复盘过这整个降息周期呢，在过往历史的盘面，它的走势是如何的。那其实我们从短线上呢，当然了，我们要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前高点这个位置，因为它在这里呢，它确实有可能走出一个双底，然后突破我们颈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如果突破的话，那就代表原本的空头呢它的优势是完全消失了。那如果要我们改变趋势的话，那就要来突破我们前一个高点，大概在7万左右，整体的盘面它才会做出这种趋势上的改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好了。以太坊的话呢，其实我认为不需要太过于注意它。我们现在真的只要注意比特币就好了。现在市场的主角绝对是比特币。第一个，以太坊它的走势呢，在我们过去这段上涨以来，从15000一直到现在，它走的是比较弱的。而且以太坊呢，它永远只是跟着比特币而已，它就是跟着比特币。我们在之前以太坊 ETF 要上市之前或许大家会猜测，以太坊有可能在 ETF 上市过后，它就会走出独立的行情，它不会再跟着比特币。不过事实可以证明呢，这都是错误的。它还是按照原本的周期在走，以太坊呢，它还是跟着比特币在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的是比特币，比特币它会突破，那以太坊它也会突破。比特币它还会再继续震荡下跌，那以太坊它就会再继续震荡下跌。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个数据我们以太坊 ETF 呢，从上市到现在以来我们整体居然是净流出的，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以太坊它并没有复制比特币 ETF 之前的走势并没有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